大家好，我是八藏。关羽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地球人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然而近些年来，很多人开始黑关羽，说关羽就是被《三国演义》吹出来的。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吧。上期结尾我说到，曹操把关羽围困在了下邳城中，结果关羽无奈，只能暂时为曹操效力。对，史书记载就这么简单。至于关羽约三世，降汉不降曹的这些说法，都是《三国演义》虚构的。所以一些黑关羽的人就说了，你们看关羽的忠义明显就是被《三国演义》吹出来的嘛。毕竟历史上他并没有提什么条件，就直接为曹操效力了，这哪有什么忠义可言啊？他要是真的忠义，为什么不直接去死呢？我觉得吧，这种言论就是典型的键盘侠言论，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考虑具体情况，只会敲着键盘夸夸其谈。我还是先把关羽在这一时期的行为简单说一下，再给大家分析吧。关羽被迫为曹操效力后，曹操对关羽特别好，还封他为偏将军，相当于少将。这是什么概念呢？给大家看看当时曹军一些其他重要将领的职位吧。徐晃担任皮将军，相当于少将，但是地位不如关羽的偏将军。张辽担任中郎将，相当于准将。于禁担任校尉，相当于上校。乐进担任校尉，相当于上校。曹仁担任校尉，相当于上校。也就是说，关羽一来什么都没干，职位就直接压过了徐晃、张辽、于禁、乐进、曹仁。你说这要是换成一帮人，那肯定得想，刘备是谁？抱歉，不认识，老子以后就跟着曹公了。可这是关羽啊。面对曹操的后代，关羽依旧是闷闷不乐，每天愁着个脸。曹操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就对张辽说，你跟关羽关系不错，你帮我问问他，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啊？于是张辽就过去把话跟关羽挑明了。咋的了哥们儿，整天愁着个脸，是曹公对你不够好吗？他给的饭不够香，还是他给的钱是假钞啊？关羽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曹公对我很好，可我受刘将军大恩，发誓和他同生共死，绝不能背弃他，我终究是不会留在这里的。但你放心，我走之前会立个大功报答曹公的。张辽听后感到很为难，他担心如实转达，曹操会杀了关羽，可不转达那是不忠啊。没办法，曹公是我的君父，关羽只是我的兄弟，还是说吧。于是张辽把关羽的话原封不动转达给了曹操。曹操听后默然片刻，那一瞬间，或许他想起了陈宫和张邈，自己曾经对他们掏心掏肺一般的信任，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现在他们都死了，陈宫还是被他亲手杀死的。曹操抬起了微微有些湿润的眼眶，说道，弑君不忘本，关羽真是天下义士啊，他准备什么时候走啊？张辽看到曹操不想杀关羽，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急忙说道，您放心，他会报答您以后再离开的。后来关羽果然在白马之战中策马于万军之中，斩杀颜良，立了大功后，这才离开曹操。临走前，关羽退还了曹操全部赏赐，留下书信一封，飘然而去。曹操的部下想要追杀关羽，曹操却坚决制止了他们，说道，各为其主，不要追。望着关羽离去的方向，这位冷酷的枭雄心中燃起了久违的火，那火是温暖的。故事说完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公屏上。我觉得吧，之所以一些人会质疑关羽的忠义，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那时代的背景，也没有考虑具体情况。先说时代背景，很多人受《三国演义》影响，以为三国时期大家对忠义的要求十分严格，然而这是错的。你翻看一下《三国志》，可以发现，在真实的三国历史中，投降甚至叛变都是一件很常见的事，一点儿都不稀奇。曹操的五子良将中，张良和徐晃都是投降曹操的，张合更是在官渡之战中临阵叛变的，于禁最后也投降了关羽。然而除了于禁，其他人都没有因此遭到鄙视，照样继续建功立业。蜀汉名臣黄权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也投降了曹魏。然而不论刘备还是曹丕，都对黄权的行为表示理解。曹丕重用了黄权，刘备则依然厚待黄权家人。
也就是说，真正的三国历史上，大家对投降甚至叛变看的都是比较开的。总的来说，在那个时代，大家赞赏忠义，但并不强求忠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关羽哪怕就真的留在了曹操这里，不去找刘备了，也不会有任何人因此看不起关羽。所以这下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关羽离开曹操回去找刘备的行为会得到曹操和后世如此的赞赏和佩服了吧？因为关羽在一个并不强求忠义的时代，完全出于自己的本心，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一心一意去追求内心的忠义，这才是真的高尚，真的令人佩服。当然，估计还是会有人嚷嚷关羽必须去死才是真的忠义。那我们就再来说说关羽面临的具体情况吧。首先，曹操和刘备毕竟是诸侯之间的斗争，并不存在什么原则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关羽暂时为曹操效力，留下有用之躯，以便将来回去继续为刘备效力，是完全没什么问题的。其次，曹操进攻徐州期间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根据后边的记载来看，刘备的老婆孩子最终又平安回到了刘备那里。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关羽临走时把刘备的老婆孩子也带了回去。可见关羽忍辱负重，暂时为曹操效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想办法把刘备的老婆孩子带回去。所以说，关羽忍辱负重，暂时为曹操效力的行为，不但不是黑点，反而是真的值得尊重和佩服的。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说法有道理，就把1打在公屏上吧，谢谢。说完了关羽的忠义，我们再来说说关羽的武力。近些年很多人黑关羽的武力，说关羽的武力是被演义吹出来的。其实恰恰相反，关羽的武力不是被演义抬高了，而是被演义弱化了。三国演义中，关羽虽然很厉害，但公认排名是在吕布之下的。然而历史上的关羽基本是被后世公认为三国第一勇猛、第一武力的。再来说说斩颜良这件事，在毛本《三国演义》的描述中，关羽能够斩杀颜良，明显有赤兔马速度快，颜良措手不及这个因素。嘉靖本《三国演义》甚至还在关羽斩颜良后边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话是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把颜良被斩杀归为颜良对关羽没有防备。然而历史上关羽斩杀颜良，那就是实打实的牛逼，万人敌了。首先，历史上的关羽没有赤兔马，也没有颜良措手不及的说法。史书对关羽斩杀颜良的记载是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皇，少诸将莫能当者。就是说，关羽策马于万军之中刺杀颜良，完事以后还坦然割了颜良的脑袋。整个过程中，袁绍部下诸将没有一个人能抵挡关羽。可以说，历史上关羽的这个表现要比演义里霸气牛逼得多。当然，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关羽斩颜良的过程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关羽单枪匹马直接冲入千军万马之中，这样的过程属于超越人类极限了，明显不靠谱。实际上，白马之战是关羽、张辽、徐晃3个人一起打的。关羽、张辽是先锋，手里都有军队，徐晃手里也有军队，3人是一起带着军队对颜良发动进攻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张辽、徐晃配合下，关羽指挥军队朝着颜良指挥系统发起猛烈冲击，经过冲杀，终于发现颜良的指挥系统。随后关羽单骑冲入大军之中，将颜良斩杀，策马而还。也就是说，关羽并不是一上来就单骑冲杀，而是先指挥军队冲杀，发现了颜良的指挥系统后，这才单骑冲入大军之中，将颜良斩杀。可以说，这种情况虽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单骑直接冲入千军万马那样夸张，但一样体现了关羽霸气无比、令人叹服的武力，而且还体现了关羽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骑兵指挥能力。总的来说，关羽的忠义和武力绝对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实打实的令人叹服的。本期我详细谈了关羽的忠义和武力，至于关羽的军事才能也值得深入谈一谈，等我之后说到相关历史时再详细分析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我继续跟大家说真实的蜀汉历史。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那拜拜啦。